上期视频聊到了开发商 Stateview 破产的故事，除了一声叹息之外，我们还能从中窥探到什么危与机呢？危是谁的危？机是谁的机？楼花、房花还能买吗？ Norman 有什么推荐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几个问题。大家好，我是 Norman。上期讲到了开发商 Stateview 破产的故事。Stateview 其实已经算是规模中等的开发商了，不能算是小开发商，连这样中等规模的开发商步子太大都扯到那啥了。那其他开发商的情况如何呢？今天视频开头提到的危，指的就是开发商的危。整个房地产市场里最困难的一批人其实是开发商。视频开头提到的机也存在于楼花市场，在开发商危局中想办法薅一波开发商的羊毛。房花呢 Norman 个人是不太推荐的，这边就不讨论了，推荐大家集体略过，把房花留给其他的投资人。开发商为什么会危了呢？供给端利息高涨，人工建筑材料的成本上涨，导致了建筑成本飙升。销售端楼花不能降价，不然不够本啊，但是不降价又卖不动，开发商陷入了两难抉择。相信现在很多开发商已经睡不好觉了呢。我虽然不在建筑行业很多年了，自觉还是认识一些依然奋战在翻建和开发行业的朋友们，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开发商目前的处境。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开发行业的从业者的等级和分类，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我在讲翻建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聊到过了，还没看过的朋友欢迎看一下我前面讲翻建的视频，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一个坑套着一个坑。开发行业从业者从小到大大致的分类是这样的。第一波人叫装修师傅或者是假 builder， 严格来说这批人最多被称为 contractor， 不能被称为 builder 或者开发商。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会声称自己是 builder 建筑商做翻建的，但是呢他们的手续其实是不完全合规的，他们主要招募的对象是地产小白，想做翻建的人。这些假 builder 或者是 contractor 装修师傅想要帮这些不太懂的客户做豪宅翻建类似的项目来赚他们的钱。第二波人只做别人项目的建筑商 builder， 这批人是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的翻建项目交给他们做的建筑商，但是他们只负责建筑，不负责开发，也就是做的都是别人的项目。怎么鉴别第一波人和第二波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一下他们有没有 Tyrone Registration。如果要搞翻建，找的 builder 没有 Tyrone Registration， 也就是新屋保险的注册，就可以直接走人了。需要翻建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我讲翻建大坑的视频，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靠谱的 builder。 鉴别 builder 有没有 Tyrone Registration， 我用的网站是 Ontario Builder Directory， 大家在这边可以输入 builder 的名称来搜索这家公司，比如这家公司它的 Tyrone Registration 是 valid， 是可以用的。顺便说一下，这个网站还能查到房子是新房还是旧房，只要楼里面所有的 unit Tyrone Warranty 新屋保险生效日都晚于2018年11月15日，那么这个楼可以认为是没有租金管制的新楼，因为 Tyrone Warranty 生效之前是不能住人的，也就不可能有 occupancy。 如果一个楼里有早于2018年11月15日之前 Tyrone Warranty 就生效的单位，大家要尽量躲着，默认这样的楼是有租金管制的。上面提到的两拨人，其实在高利息的环境下压力并不大，因为他们建的项目不是自己的项目，自己不需要负责找钱来把这个项目修建下去。这些项目的压力主要出在出钱雇佣他们建房的人身上。这两拨人更多的是赚车马费，身份偏向于 builder 建筑商，他们并不是开发商。好，下面呢开始讲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商。开发商是目前高利息、高人工成本、高建筑成本下压力最大的一批人。第三波人，小型开发商。这批开发商偶尔做客户的翻建，但是呢也会自己拿地做自己的开发项目。推荐大家如果想自己做翻建，尽量呢就不要找这第三波人了，最好找上面第二波人里面项目比较多的建筑商。小型开发商明显会更加重视自己的开发项目多过客户的翻建项目，而万一自己的项目有任何问题呢，也有可能影响到帮客户做的翻建项目。第四波人，中型开发商。这批人呢通常是不做翻建的，只做自己的开发项目，同时呢他们的项目数量也是不够多的，达不到 Norman 所说的硬的 Norman Approved 开发商的标准。
也就是没有在 Livable 上有超过30个注册项目，没有 Condo 项目的开发商有超过40个注册项目。上期讲到的倒闭的 Stateview 就属于这样的中型开发商。第5波人，大型开发商，这批人只做自己的项目，项目的体量呢也相对较大，通常项目的数量也是足够多的。具体一点就是 Livable 注册项目超过30个，没有 Condo 项目的开发商注册项目超过40个。虽然这批开发商也会受到高利息的冲击，但是因为体量大，基本上是没有破产风险的。上面这后3波人可以正式被归入开发商，他们也是房地产行业里目前 V 的主要群体。根据体量的大小，风险指数是不一样的，越小的开发商挂掉的概率越大。Normal Approve 的大开发商基本没有破产风险。开发商为什么会是整个房地产行业里面压力最大的一波人呢？那是因为开发商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当然项目顺利的话呢，也能赚到最大比例的钱。开发商的主要风险是卖掉楼花之后开始建房期间，万一建筑成本大幅上涨，自己的利润就会被吃掉，甚至亏钱的这么一个风险。你说这不巧了吗？加息加到爆，影响最厉害的就是这批开发商。为什么呢？根据我浅薄的理解，开发商借的建筑贷款几乎100%是浮动利率的，不像我们的普通买房者可以锁定自己的利率。为什么开发商借不到固定利率的建筑贷款呢？那是因为银行这批老六不想自己承担利率波动的风险，就一股脑都甩给了开发商。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建筑贷款一般来说，超大开发商像 Daniels 或者 Tridel 这样，能借到 Prime 到 Prime 加 0.5 这个区间的建筑贷款。现在 Prime 可是 7.2% 哦，未来搞不好还再加1到2次息，就变成 7.7% 了哦。你想想，大开发商是不是已经被银行的建筑贷款压得很蛋疼，喘不过气来了呢？付着 7.5 到8这么一个区间的建筑贷款的利息，大开发商已经开工的项目恨不能得明天就建好，一刻也不敢拖延，因为单单建筑贷款一项就能把开发商惊出一身冷汗，甚至吃掉他们所有的利润。中小开发商则挂得更快，因为他们的建筑贷款利率一般是 Prime 加 3%到6%，这中间呢还会包含一些 Mezzanine Loan 和 Equity Financing， 所以我们看到中小型开发商有 10%到15% 的建筑贷款利息或者 Preferred Return Rate， 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并不罕见。中小型开发商很多扛不住利息就快挂掉了。开发商的 V 说完了，那么机遇是啥呢？答案是买楼花。现在的市场环境下，楼花是很不错的投资产品，可以躲过未来2到3年高利息的时期，同时也确定是新房，没有租金管制。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后面的话非常重要。现在的楼花市场垃圾比例太高了，可能 98% 以上的楼花都是垃圾，这批楼花实在是卖得太贵了，大家呢一定要睁大眼睛仔细的挑，不要买到垃圾。即使我们找到了便宜的楼花项目，也不是都能要的。比如中小开发商中有一些项目卖了 50%， 还没有卖到 70%到80% 的开建线，这些项目很多时候开发商会选择在现在的市场中降价来卖掉剩余部分单位，来达到可以开建的建筑贷款线。这个价格有的时候是十分诱人的，这种情况可以买吗？我个人是不会碰的，我也不会推荐屏幕前的你来买中小开发商的项目。这些开发商的资质水平达不到我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如果把开发商和债券做一个类比，根据各个信用机构对信用的评级，我们可以假设大的开发商是 AA 评级，中等开发商是 BB 评级，小的开发商呢可能是 CC 评级。他们如果都卖比市场价格便宜 10% 的楼花项目，那 BB 和 CC 评级的债券能买吗？当然不能。即使他们都是收益率 10% 的项目，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其实也是亏了的。只有当 BB、CC 评级的收益率明显跑赢 AA 评级的债券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购买。现实中，中小开发商的项目并没有比大开发商的项目便宜那么多，但是中小开发商在你买了他们的项目之后，会让自己的开发 track record 变多了，他们作为一个公司成长了，但没有把自己的超额利润分给你，所以出钱买中小开发商的楼花，赞助他们成长，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起码对投资人来说不是。
大开发商卖的楼花本质和中小开发商卖的楼花并不是一个东西，就像新房和旧房本质并不是一个东西一样，它们的区别就类似于自行车和摩托车。所以我开头提到的现在市场中的机遇来自于购买 A1 评级的大开发商手里的低价楼花。大开发商相对来说财力雄厚，地主家余粮多，又因为自己的 branding 实在是太值钱了，即使有一些项目有风险，有可能会亏钱，也会咬着牙把它们建好，而不是选择违约。因为大开发商违约不够本，大开发商不会因为一个项目亏了3000万而选择把这个项目取消，毁掉自己值3个亿的牌子，无论怎么算都是不划算的。那么大开发商的项目里有性价比符合 Norman 要求的项目吗？答案是有的。其实这个项目我年初的视频也做过了，就是 Downtown 最后一块按成本价在销售的保留地 Daniels on Parliament， 尺均价在1300多块，这个价格是远低于Downtown周围其他的楼花项目的尺均价，甚至低于绝大部分整个 GTA 范围内23年开盘的项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也是为什么 Daniels on Parliament 南楼开盘一下子小户型就卖没了。如果都卖没了，为什么我今天还要拿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呢？这是因为我跟开发商也有过交流，现在的市场 unit 太大，确实不好卖。Daniels 讨论完了之后，似乎自己也想明白了，于是修改了自己的建筑图纸，把高层里面几个大的户型切成了 studio 和小的2室。我觉得现在在卖的比较便宜的单位里面，这种48万余起价的 studio 显然是市场上最好的性价比的房子。在 Downtown 乃至整个 GTA， 我们也很难再看到50万甚至60万以内的任何楼花房型了。Daniels on Parliament 起价48万余的小户型 studio， 除了总价确实跑赢了其他的楼花项目，也是非常接近现在现房的价格的。买这样的房子，同时还能躲过未来2到3年高利息的时代，把高利息的压力丢给开发商。这样的房子大概能租多少钱呢？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找了几个旁边在租的 studio 的参照物，基本上没有租在2000块钱以内的。我们比较保守的算 Daniels on Parliament studio 的租售比呢，也是明显在市场最前列的。在未来的2到3年中，我预计租金还会进一步上涨，而利息呢会小幅度下降。在租金上涨和利息下降的双重影响下，相信这样的物业现金流会在2到3年之后建成的时候更加理想。我刚才的图里给大家看了 Daniels on Parliament 和其他周围楼花项目的尺均价，那么周围的项目比 Daniels on Parliament 尺均价贵个200-300，他们的 studio 卖到了多少钱呢？这边呢，我也给大家选了4个项目来做个参照。隔壁 Menkes 的项目 Electra studio 卖到了接近70万，稍远处 Tridel 的 Queen Church 卖到了差不多70万出头，再远一些的 55C 和 Forma 的 studio 则卖到了80万出头。要知道这几个项目大致是同一时间开卖的 condo 项目，售价差这么多，他们在建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是他们的价格会瞬间趋同。毕竟现房市场是不讲故事的，就讲数据，都是 studio， 现房市场相信能给到的价格也是会非常接近的。那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如果3年后 Downtown 的 studio 的市场真的能涨到70多万甚至80万，那么很不错，4个参照物项目的买家可以开心的 break even， 而 Daniels on Parliament 的 studio 项目的买家大约本金能涨500%。是的，因为 Daniels 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是市场上几乎唯一一个10%首付的项目。如果 Downtown 3年之后 studio 的市场价格还在60万以内，那么 Daniels on Parliament 的 studio 买家基本上可以 break even，而4个参照物项目的买家估计会集体在天台排队哭晕在厕所，因为赔掉了不止1份首付。Either way， 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现在这个时间点买 Daniels on Parliament 的小户型都会是充分跑赢市场的最优投资选择。我非常期待几年后看一下这几个项目建成后的表现，估计几个贵的参照物会很像几年前开卖今年交房并且破发的 One Young、Sugar Wolf 这几个项目。这个世界总是按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配方在运转，不同的是九先生的入市时间点到底是18年的九先生还是23年的九先生。希望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成为那个楼花买贵了的人啊！如果你对 Daniels on Parliament 现在还在卖的 studio 感兴趣，欢迎这边联系我。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